新加坡嘅以前嘅生活，梗係有掛住下啦。但依家咁嘅年紀，唔好死得去啦。这个长堤是个脉，如果长堤没有了，什么脉都没有了。The most meaningful conversations I have with my mum is in the car because we're just stuck there for like 2-3 hours. 我是陈志伟啦，出生在1940年，在新加坡出生，河水山住嗰一段時間，咁啊我哋住嗰個時期，又搬翻嚟摩士街呢度，咁之後我阿爸就叫我入嚟新山幫佢做生意，在新山這裡開廣利金店啦。1956年，当时只有13岁的陈志伟跟随父亲来到新山长堤旁的直律街落地生根，这一待就是70年。幾十年前呢，就喺呢個亞福街嗰度嘅，有個車站嘅，靠近呢個首都戲院，綠色巴車啊同星遊快車啊，唔使去到勒京嗰度嘅。後尾呢個地點就起咗嗰啲購物中心，所以嗰啲巴士車咪遷移咗去勒京咯，亦咪北塞啦，遷埋去咯。那個時候沒什麼看你的護照，沒什麼的啦，很方便啊，進進出出很自由自在。後來新馬分家之後，就有護照，就麻煩了。這條橋一直改變嘛，改了有圍欄啊，又不可以跑出外面釣魚那些。好久沒有去新加坡，也不懂得怎麼打車，去哪裡塞車塞人也是很困難，很麻煩，進進出出的人就是很傷腦筋。现在陈志伟体力大不如前，很少回到他的出生地，但是长堤另一端的新加坡一直在他心中有个特别的位置。呢啲係8歲嘅相片嚟嘅，呢個啦，新加坡虎口別墅啦，我阿媽抱住個細佬啦，呢個係珍珠北塞啦，珍珠北塞係依家變咗係珍珠坊大廈啦，以前住喺呢度入邊嘅街，好難忘嘅呢啲咯，同埋呢張咯，因為時光唔能夠倒流啊嘛。在新山定居后，陈志伟因为送儿女到新加坡读书，开始频繁往返新马两地的生活。1979年的时候，就是在新山读了4年级，还没有读完，因为我听我父母亲讲，又怕我学坏，又怕，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成绩真的是一落千丈了，所以又担心我交到坏朋友，然后就父母亲当然是希望我跟我妹妹有更好的教育吧。在新山不是好，有好，不过我们没有时间照顾，就把他们送到新加坡那边，给他们寄宿在我的阿姨的家。我母亲曾经有跟我还有我妹妹有说，父母亲都会在半夜或者凌晨，他们就会到我跟我妹妹的那个房间去看，就看我们有没有盖好被子啊，看我们睡得怎样啊。但是一到了房间，发现到两兄妹都不在房间了，才知道说忘了两兄妹已经在新加坡念书了。所以这一段日子对我父母亲来说是很难度过的。对陈国南来说，如今的关卡虽然设施和安全性有很大提升，但相比起回忆中90年代的长堤，通关路程却曲折繁琐了不少。那个时候巴士还没有专用道，所以一旦塞车，
巴士也跟着塞，又很少巴士，所以就要步行到新山的关卡。现在就是那一个新的关卡，越办事越远，然而又没有一个正式的行人道，这很危险的。这是我的店，就要从我这里这个店要到旧的新山关卡，大概要走2条街就应该到了。来，我带你们走。前面那边有一堆树的那一个地点，就是我们的 Arrival Hall， 还有一个地下道，这里就是以前的地下道出口，就从这里就可以走来，就是市区去办自己要做的事务。我身后这里就是之前新山关卡抵境大厦的地点，车辆跟行人或者巴士都会通过这一条长堤，一通了关，就这里出，就可以到市区了。然而，就在陈国南毕业后工作不到半年，父亲的心脏出了问题。他毅然放弃在新加坡的珠宝设计工作，回到新山和父亲一起打理金店。他和新加坡籍太太婚后也选择定居新山，并在2003年和2006年生下2个儿子，陈宇宏和陈宇迅。2个孩子从小学也到新加坡上学。2个孩子就在新加坡出生，毅然的就搬回来这里住哦。小学之后才搬出去新加坡，就是我跟我孩子在新加坡念书最大的差别就是我还可以在华裔的家住，就比较方便。而我2个孩子就是找不到亲人帮忙照顾，他们就是几乎就是说每天就是搭校车到学校。Yeah, I had to wake up, I would say around like maybe 5 to 5:30. And I try my best to leave the house at like 6. A regular day would probably be the school bus fetching everyone, and then we would all go to the custom together to like get our passports checked. And then afterwards, I mean, depending whether there's jam or not, it would take like maybe roughly 15 minutes to maybe 1 hour to cross the custom. Upon reaching Singapore custom, just the same thing I guess, just going up to get our passports checked, and then after we go down back into the school bus, we just get sent off to our respective schools. 几年下来，长堤的拥堵情况日益严重。考虑到新马路况对孩子学习造成的影响，2010年，陈国南最终还是决定让太太和孩子移居新加坡，自己则继续留在新山。有一年就是那个拘留犯马斯拉曼就是逃狱了，就逃回去马来西亚。就从那个时候起，2个国家的检疫工作就开始就拉紧了，从而就造成就是说通关的时间就拉长了。因为这个原因，然后迟到的次数就很频繁，然后再加上考试的期间，我们也蛮担心他们会迟到。就从那个时候起，就决定了，就是真的是很没有办法，才很痛心的就给他们住在新加坡。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每个星期2、星期4、星期6就会到乌兰，就是找他们。I just knew that at some point the jam got really bad and I just couldn't get enough sleep, like couldn't get my homework done. So I think it was kind of like for the better that we all moved to Singapore for like our own education's sake, I guess. I remember the day like I packed up all my stuff to like move to Singapore. I just broke down at the door, like I just cried. I mean, obviously I'll miss my dad, but more importantly my grandparents because especially moving out to Singapore, I really don't get to see them as much. 今天是星期天，是我没有做工的唯一的一天。现在我就需要搭巴士越过长堤去找孩子。慢慢的，陈国南已经习惯了自己周末越低族的身份。直到冠病疫情期间，2国实施长达2年的封锁令，将他和家人隔绝两地。长堤对他来说有了新的意义。
老实讲，真的是很思念他们。在那个 INF 就是那几栋公寓嘛，它有一块地，车停在后面，就慢慢就是散步，就走到那边就眺望新加坡咯。看不到他们，但是比较近的距离可以看到那个关卡。You don't cry 啊。那个时候终于可以搭巴士到乌兰的时候，那种心情是可以说是非笔墨而可以形容的，那个是很雀跃了，就是巴不得马上可以看到他们。But me, my brother and my mom weren't allowed to use the causeway to go from Singapore into JB. So what we had to do was take a flight from Singapore to KL, and then after that we took a car back to JB. Then I stepped back onto the causeway was when I was going back from JB to Singapore. I remember that moment when like the bus entered that causeway and it was empty. I just, in my head, the first thought was like, this is like if Shibuya Crossing had nobody. Like it's crazy. It was a very like surreal sight to see. 陈家3代人经历了长堤100年间的变化，这短短1公里的长堤承载了他们的童年回忆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也是连接一代代血脉的桥梁。对于我们姓马的人，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姓马的人是有一个家庭在这里的。这个长堤是个脉，如果长堤没有了，什么脉都没有了。不管是新加坡是我的家也好，还是马来西亚是我的家也好，少了这条桥，真的好像什么都做不到。Even when I'm stuck in the jam, I don't see it as a waste of my life. I guess it was like something that cultivated along the years of like going across the causeway. Let's say like primary 5, like going back home with my mom. The most meaningful conversations I have with my mom is in the car because we're just stuck there for like 1, 2, 3 hours. So that's where like I guess we can really like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